大家早安！今天我们要解锁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机场，但在台湾是台中国际机场。我相信今天很容易猜啦，我为什么来台中机场呢？当然是为了搭新航线跟新贵宾室嘛，对不对？那2个愿望一次满足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搭什么呢？待会就知道了。台中机场初次体验 ，Let's go！ 好了，我们办完了登机手续了。完全不用排队，对，很快就完成了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可以准备出境了。哇，第一次来新环境，总是很好奇耶。嘿嘿。那今天这个是很特别的。那当时台中神户确定开航之后，我就订了这张机票。一则是因为新航线，二则是因为新的贵宾室，对，吸引你在台中机场要开贵宾室，这是一件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。我曾经说过，任何一个航空公司在机场愿意投资贵宾室，我们都是给予大力的肯定的。那我也给他蛮期待的，我们俩就去看一看，顺便跟大家说说就是台中机场目前的现况。这边的运量是比松山机场小，过关人潮也少很多，但是机场还算蛮漂亮的啦。好了，那我们就要去找我们的目的地喽，我们要找我们的星宇航空贵宾室。好了，在这个5、6号 gate 旁边就看到这个指示牌了。那我们转过来就在这里。所以这边是有2间贵宾室的，分别是星宇航空跟华信航空。那我们接下来要去星宇这间喽。我的装潢倒是蛮漂亮的。走进来之后，先看到的就是厕所的部分。他说男生人在左边，我们就先看厕所部分吧。这跟桃园机场的设计好像风格不太一样。对。就像机场当时原始的设计，就是机场，它这边蛮简单的，就只有一个小便斗跟一个隔间，对，这是厕所部分，是一间非常小巧的贵宾室，这就是贵宾室的全貌了。早上这个时间呢，星宇有2班航班，分别是前往高松跟那个神户。我们先来看看自助吧台上面的东西。饮料的话，这里跟陶机是一样的，都有这个招牌的这个金圣宇。然后再就是全伟家的冰淇淋，这也跟陶机是一样的。今天的口味的话，一样贵妃乌龙、季节水果奶酪，还有牧场牛奶。然后再就是纯在，这是一定会有的，还有杏仁饮。这个纯在就是跟长荣是一样的喽。然后每日甜点，然后这边有这个坚果塔，然后水果。然后面包机的话，一样跟陶机一样，这是百慕达的，很不错。然后这里还有铜锣烧。然后再来跟这边的话，就是跟那个2航厦是一样的，有这个统一热狗，1航厦没有这个2航厦才有。然后再来这边的话，值得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边的话，它自助吧台区上面的东西是跟台中的日月千禧酒店合作的，有松露狮子头，然后再来是松露洋芋泥，还有豪香银杏烩白菜。所以这边的菜的话，就跟桃园机场是不一样的，这是跟当地的5星级饭店合作，日月千禧那间饭店也是不错的。然后再来我们看到酒的部分，酒的部分的话，这边有 Royal Salute 21，然后美酒、红酒、白酒，白酒跟陶机不一样，陶机是一支 Sauvignon Blanc， 这边是 Pinot Gris。然后这边还有一区生菜沙拉，再来这边是咖啡。今天的话，现在时间是早上6点36分。今天特别早起，因为我想说来拍一个贵宾室没有人的样子。贵宾室一开门我就进来了。那表印上是写航班起飞前2小时半，所以我是8点45的飞机，所以这边6点15分开门的。所以我刚才是一开门可能10分钟我就进来了。那这边的话，空间是不大，对，但是我觉得能够在台中机场有一间贵宾室是非常不错的，因为台中机场其实航班也没有很多。那它的食物的话，刚刚吧台上面的日月千禧的东西，其实我就看起来蛮不错吃的。但是现在更厉害的，其实是我现在手上这一张单点的 menu 哦。它这边是跟鼎悦极品这一间餐厅合作的，是一间港式料理。所以它这边的东西我念给大家听哦，有竹升北菇炖土鸡汤、瑶柱肉碎粥、潮州鲜虾馄饨汤面、鱼子北菇蒸烧麦、潮式蒸粉桂，然后松露上素饺、千层红枣糕，你不觉得听起来就很厉害吗？这一张 menu 我觉得就比陶机的
两间贵宾室都厉害很多了。星宇的话，一行没有那个热狗，二行的招牌就是那个热狗，那其他东西的话长得都差不多。但是这一张 menu 我觉得真的比陶鸡好，因为陶鸡大家记得嘛，就是那个富航烧饼嘛，还有那个一些拉面呢、乌龙面那些东西，但是这一张 menu 我觉得看起来更厉害耶！我真的是有一种冲动，想每个都点来吃，可是我一定怕吃不完，所以我就点了几样。那我等下就一样一样给大家来开箱。那我觉得星宇就是像我之前在头等舱那一集啊，跟大家聊过的部分，目前就受限于可能空间吧，还有一些环境。但他们尽量把这个软性服务的部分，那包含餐饮服务都做到最好，对，所以这一张单点 menu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诚意，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厉害，真的是太厉害了，我只能说真的太厉害了。我觉得我们先从这个港点来开始试，因为这个港点呢、就是贵宾室很常出现，可常常都蒸到烂掉，大家都知道嘛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烧麦，它刚真的是现蒸的，因为真的等了一阵子。我们看看烧麦鼎悦极品的，这种在贵宾室跟好的饭店或餐厅合作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期许。就像大家知道，国泰现在在香港是跟 MOS32合作嘛，对，然后之前跟那个半岛酒店合作、瑰丽合作，都有很好吃的东西。好，我们赶快来吃一口。认真餐厅的食物，这个真没开玩笑。这认真餐厅的烧麦等级是那种吃完我还会想再点的烧麦，很好吃然后这个云吞汤这个考验比较艰巨了，因为云吞汤我们就只能跟国泰比了，对不对？但这是鼎悦极品的，这闻起来的话，汤的鲜味是很足的。我们先吃一口青菜，青菜的熟度刚好，是现做的没错。好了，我们来吃这颗云吞喽，里面的虾子很好吃，这真的是认真餐厅的食物，这不是一般贵宾室可以吃到的食物，真正的餐厅食物，哇！接下来我们要试这碗鸡汤了。这碗鸡汤有看到竹笙跟这个香菇，就真的是给赞了。我们先吃一口竹笙，鸡汤也很棒哇塞！我们再来吃这个松露的这个素饺，嘿嘿嘿，这素的很好吃很香，松露香很香。这一间认真的比陶鸡的2间星宇贵宾室商务的都还要好，除了空间小之外，这个食物真的是100分，太棒了。我们刚刚先吃完一轮那个鼎悦极品了嘛，那现在就要换给这个日月千禧一个机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拿了吧台上面的食物，然后这边很贴心的都有准备一些素食的料理。对，我们先试一口白酒，这个我就比较喜欢陶鸡的 Sauvignon Blanc 了。好，我们先试一口这个松露洋芋泥，松露不错。我最喜欢的娃娃菜非常好，娃娃菜口感很好。再来这是大菜，这是狮子头。我们现在试一口这个腐皮跟木耳，里面有那个碧琪，它是有脆脆的口感，狮子头很不错。星宇在陶鸡的贵宾室，这桌吧台也算不错，不过这边的也真的蛮不错。日月千禧的很好，跟饭店合作就是不一样。贵宾室能够跟这些当地的一些饭店啊、餐厅合作，都是非常值得鼓励的哇！你看一下那个长荣 Garden 嘛，就有那个天香楼的那个红烧东坡肉嘛，然后鼎泰丰大家都一定知道的嘛。对，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合作啦，因为毕竟餐厅的食物还是有它的亮点存在的，会把食物点第2轮的。但今天这个烧麦跟港点太好吃了，所以我点第2轮了。在等它做的时间，我们来看一下星宇现在确实是台中机场的第1大户。它现在一天的航班就是有早上澳门3班，然后高松4班，神户每天飞1周7班，然后再来就是富国岛1周3班，然后再来是冲绳1周6班，然后再来湾晚还有澳门是1周4班，相加起来是1周是27班，1周27班，等于一天大概4个班机啦。这是目前的台中机场的最大户，然后第2大户在台中机场就是香港快运了。对，那而且有可能还会超过星宇因为香港那边港航权的话，台中是1天4班，那现在港方的话是1天3班香港快运飞，然后1天1班香港航空在飞。不过香港航空准备把台中已经要停掉了，那所以第4班这个会不会被快运或是国泰拿回去？
国泰拿回去当然是最好啦，不过我想可能有点难，应该是快运。如果快运拿回去的话，那一周28班的话，就会超越星宇，成为台中机场的最大户。大韩航空仁川是1天1班，再来就是德威航空仁川也是1天1班，然后再就越捷了。越捷的话就是有岘港1周1班，然后有河内是每天飞，胡志明是每天飞。然后再来的话，东方航空1周有1班飞南京。澳门航空班次的话是早上3班，然后傍晚一样是4班，然后这个是跟长荣是 co-share 的。这边有华信贵宾室也蛮神奇的，因为华信我看只有早上1天1班胡志明而已啊，然后就没有啦，只有1天1班胡志明，也没有其他航班嘞。对啊，这也蛮神奇的，然后就可以养进贵宾室，我也不懂。对，所以外籍航空公司的话比较多的就是香港快运，然后再就是越捷了，因为越捷一天有2班，河内胡志明，然后岘港是1周1班，所以班次也算是多。然后就是虎航啦，虎航早上有2班，一周2班的澳门，就这样。这就是台中机场目前所有的航班的现况。那星宇我觉得这样发展台中，我觉得也是很好的。我们的餐点到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。我主要是多点了这个给大家看一下，就这个是粉桂，潮州蒸粉桂。对，因为港点太好吃了，让我不得不想试试看这个。我们来试试看哦。这叫鼎悦极品的港点真的有厉害到不输给台北那几间很厉害的，因为一般在贵宾室吃到烧麦就是蒸的糊糊烂烂的，这真的是餐厅级的烧麦，我很少会点第2轮的，真的好吃。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啊，在后面有一群人，就是日本的旅行社的人来参观星宇贵宾室。那贵宾室的人员还有很礼貌来跟我讲说，待会会有人来参观，可能会有点打扰到你，就是用餐。我说没关系，对。这边的服务人员真的是很亲切，所以这边是确实有认真想要发展，他还有吸引日本的观光客，然后来这边踩点。对，因为毕竟他这边星宇在台中主要就是飞高松、神户跟冲绳嘛，都是日本的航点。对，在星宇贵宾室甜点收尾，怎么可以没有金圣宇呢？对不对？这是招牌的金圣宇嘛。然后这边的话，除了我们喜欢的全尾家之外，有一个铜锣烧，我们来试试看铜锣烧，配一下金圣宇的茶。这个铜锣烧是星野治果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我在桃园机场好像没有看过这个铜锣烧，这好像这边有东西。那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红枣糕，这也是刚刚那个鼎悦极品的，当甜点我还没吃哦。红枣糕，这鼎悦极品认真不错认真不错，红枣糕也很好吃。早上这个时间同时有高松跟神户，差5分钟起飞。但这贵宾室的人就是异常的少目前就只有4个人而已。星宇这么用心，台中人多给点支持啊！愿意在机场投资贵宾室的，我们都要给一个很大的赞。其实说实在话啦，当然经济舱就不用讲了，就算连商务舱的话，其实短程线的餐食其实也就那样。你说真的很厉害到怎么样？其实不可能，除非你搭头等舱，因为毕竟机上都是加热食物嘛，能现煮的食物并不多。可是地面就不一样，地面的话，你能变出的花招就多。像我们之前看过的，没有？我开箱给大家看过的卡达贵宾室，那就真的非常厉害，就真的非常厉害。那它变相其实鼓励你，就是说你在地面上吃饱，上飞机就是好好的休息，然后睡觉。对，那这样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。所以我觉得认真经营贵宾室真的是很好的。那华航、长荣，等你们加油接棒喽！这样看起来，这个长荣的 Garden 区还有进步的空间。这个星宇在这边弄一间这样子，我觉得真的蛮不错的。而且我觉得星宇的策略也很正确，因为我们就举神户这个航线当范例好了。待会我到飞机上，我们再跟大家聊就是神户航线，因为这是新航线嘛。可是星宇它一样拿到神户航线，长荣也拿到，可是你看在桃机跟在这边就不一样。桃机真的是没有时段了，桃机现在就是满到炸掉。那因为在航空业界的话，就是先到先得，旧的优先，所以星宇作为星际航空公司，自然很难在桃机拿到什么好的时间带，所以桃机的出发时间变得很变态，就是那个6点多出发。那台中的话就不一样，就是很舒服的时间，都是8点45分起飞，这就是一个很舒服出国玩的时间。对，那桃机的话就是6点多，那你真的就是4点多要到机场，那你在台北就是2点多就要醒来准备出发，那这真的是很辛苦。那高雄的话，其实也是华航、长荣班都蛮多的，所以星宇等于是
另辟一个新战场到台中来。对，那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蛮不错的，就等于是画地为王的概念嘛，先占一个新市场，这样其实也是挺好的。然后也因为这样投资贵宾室，虽然目前一天只有4班，就是1周28班，很多航空公司一天的班机远超过4班也都没有自营贵宾室，都是用第三方的。这间贵宾室呢，我觉得虽然占地空间真的是蛮小的，厕所也真的是小了一点，不过他真的就是很用心的把食物真的做到最好。在目前台湾的贵宾室里面，我觉得这真的算是相当有诚意的存在了。然后，鼎悦极品真的是很好吃。对，那航空公司在贵宾室跟餐厅，5星级饭店合作，都真的是非常好的典范。这样让我好期待等一下的新航线哦。我们等一下新航线是台中神户哦。那这条航线有什么特殊之处？神户为什么开放新机场？如何分配航权？还有，我们今天不只要搭台中神户哦，我们今天是一系列的神户机场、新机场、台中新宇新贵宾室，全部是崭新的专题哦。那就下支影片，待会儿我们就机上见喽。新宇贵宾室台中，赞哦！欢迎大家来。登机喽！新航线、新机场，好期待呀！预告一下，我们今天不止这一条新航线哦。猜猜，等一下我到神户之后还要搭哪一条新航线呢？